为什么孩子要做这样极端的事情？我会不知道。但是妈妈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跳楼？我怎么能够传递一个信息给他？我是无条件的爱你。经济观的攻击讲述的是一个母爱困境的故事，聚焦在一个妈妈和2个孩子的2段的这个养育经历。第一次是想要培养出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女儿，然后又失去了这个女儿。第2个女儿生病得的癌症，又陷入了一个困境。最开始接触吴军是看到一段这个影像，经济观的攻击，我想把它献给我远在天上的女儿。有一只画眉鸟，还有一只公鸡，一只经济观的公鸡。其实这是一段非常沉痛的故事。圈圈，你在天上听见了吗？从过去18年前到今天，没有离开这个问题。这个孩子为什么跳楼？那天的采访，我现在还是记忆犹新的，因为全场的工作人员都泪流满面。我们住17楼，突然之间说掉下去了。他不知道心里有什么样的难的事情，他不能告诉我。他很想把他自己的这段故事变成一个电影，帮助一些处在困境中的妈妈。我再也不想当滚石头上山的西西弗了。啊，没有收到爸爸，没有收到妈妈。是不是父母造成的？这个是他心里面最大的担忧。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但是从女儿的行为上面觉得是我做错了。能为孩子付出的一切他都已经很到位了。吴军他也问过心理医生，孩子有没有可能得抑郁症，然后医生说有一种抑郁症叫做微笑型抑郁症。很多孩子都想变成别人家的孩子，不能够接受自己一点点错误。他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人，这种强他实际上是有可能会给孩子带来一些压力的。吴军在第2段的养育当中如履薄冰，小心翼翼，因为他会害怕再一次失去或者有什么变数。知道了这是鲫鱼汤，不知道的以为是个绿色的有害液体啊。所以他一直会处于一个亲子关系当中的一个相对比较被动的状态。孩子有时候发个脾气，他也会看起来是很包容的样子。12年开始跟打针，打那个促生长发育的那个针，得这个病以后停掉为止嘛。这样应该是打了6年。说你如果不干预的话，以后他最多只能长到1.3米。妈妈其实不太想去控制孩子，但实际上她整个人是被孩子的状态控制住了。啊，对，我找出那个小时候照片给你看看。哎呦，不要了！不要！你这个窥探别人的隐私，知不知道？哎呦，窥探你的隐私啊！我其实是一个比较擅长跟小孩子打交道的人，但是我见到婷婷我会有点怵。她身上有刺吗？你觉得大人烦在哪里？我聊第5人格，我聊 MC， 我聊2次元，你听得懂吗？你看他生病的时候，他从来不会哭，也不会诉苦，其实是一个表面上叛逆的小孩，但实际上他心里不是这样的。虽然是不同的孩子，不同的养育，但是母爱的困境是一样的。前面其实你没走出来，你又进入了另外一个漩涡。我们第1场放映完了之后，就好几个姑娘找我哭诉的，她特别希望妈妈也看，因为只有妈妈看了才能改变她跟妈妈的关系。妈妈爱她爱得太重了，她不知道该怎么表达。要自己拔着自己的头发往上滴落，想尽一切办法要往上滴。妈妈的刚，对一个女性来说，它是非常大的一种伤害。
后来他又领会到了说，这个养孩子就像种一棵植物一样，如果它是树，你就让它长成大树；它只是一朵草花，那也无妨啊。草花有草花的美，让它成为它自己，你也可以成为你自己。